上层酒会上，我爸把他流落在外20年的私生女带回来了。这件事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反正我的钱他分不走，我也没有男人给他抢。而且今天的酒会我才是当之无愧的主角。可当他穿着格格不入的卫衣牛仔裤走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还是小小的震惊了一下。我们算是就相识了，他曾在我公司楼下的咖啡店打工，而我那段时间雷打不动1天2杯馥芮白。阿玉，这是你妹妹汪胜男。我笑盈盈地打断我爸的话，我知道了，但今天这场合似乎不适合说家事，我舅舅还在那边等您过去说话呢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他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女孩，不耐烦地叮嘱，别乱跑，好好跟着你姐姐。陈总，你帮帮我。我爸才一转身，汪胜男就开口向我求助。我挑眉，你说什么？汪胜男十分平静地直视着我的眼睛，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我勾了勾嘴唇，可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当我端着红酒杯回到人群中的时候，大家看我的目光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有嘲讽，有同情，但更多的是按耐不住想要吃瓜的眼神。毕竟今天这场酒会是我舅舅特意为我举办的，他要当众宣布我从今天起正式继承了我母亲留下的所有遗产。而这个节骨眼上，我爸把私生女领回来，摆明了是要我难堪，更有要和陈家撕破脸的意思。我爸这个人呢，说的体面些是个一表人才的寒门贵子，实际就是个生了富豪皮相的凤凰男。像我妈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小姐，当然是不可免俗的上演了一出友情饮水饱的戏码，然后在日复一日对一地鸡毛的婚姻绝望中郁郁而终。我妈去世那年，我只有16岁。我外公和舅舅有远见，早就将我妈名下的财产做过公证。我妈临终前也留下一份遗嘱，在我24岁之前，由舅舅替我打理这些资产。我保持着大方得体的微笑，应酬着宾客，时不时瞥一眼被我晾在原地的汪胜男。他似乎是化悲愤为食欲，一块接一块的往嘴里塞蛋糕。陈玉，你看，你这个卖咖啡的小妹妹是真有趣呢。我表弟陈诚不知道什么时候蹭到了我身边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汪胜男的方向。话音未落，我就听见砰的一声脆响，是瓷器碎裂的声音。顺着声音的来源看去，刚刚还摆在宴会桌 C 位上的粉青釉瓷盘成了满地碎片，而汪胜男的手还保持着端盘子的姿势。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确实很有趣。我爸几乎是一步窜过去的，脸上写满了如丧考妣的哀痛，顾不得一屋子的宾客，直接爆了粗口。爸，不过一个盘子而已，别让人看了笑话。我及时扼住我爸高高扬起的手，没让那巴掌落在汪胜男的脸上。在我爸错愕的目光里，我走到汪胜男身边，没事儿，就是装饰用的便宜物件，小心伤了手。张妈，快来收拾一下。我爸彻底傻了，在场的宾客们也傻了。抱歉诸位，失陪了，舍妹身体不适，我先带她去休息一下。在众人的窃窃私语声中，我拉着汪胜男上了2楼。2楼的露台上，我随手拧开一瓶咖啡，抿了一口，太难喝了，赶明儿家里买个咖啡机，你给我做。陈总，叫姐姐。陈姐姐，我不明白。我平静地注视着汪胜男的眼睛。不，你明白，而且刚刚做得很好。汪胜男刚刚在楼下打碎的那个盘子是这个家里唯一属于我爸的东西。据我爸自己说，他家祖上是古董商人，后来不知怎么家道中落，偌大的家业就剩这个粉青釉盘子留给了他。家中每有酒会宴请的时候，我爸总会将这个盘子摆出来，逮着机会就和人滔滔不绝地讲起这件东西的来历，似乎想以此来证明不是自己高攀了陈家。我对汪胜男干脆利落的出手砸了那个碍眼的玩意儿十分满意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姐姐，你帮我，我不想去联姻。我果然没看错，汪胜男是个头脑清楚拎得清的，明白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接回来的作用是什么。去年我爸自己的2家小公司资金链上出了些问题，从商业伙伴那边借了数额不小的一笔钱周转，到了约定日期还不上钱，对方便提出了联姻。今天之前我有舅舅一家庇护，今天之后我有千万资产傍身。我爸知道他肯定做不了我的主，于是就想起了这个他20年没管没问过的私生女。我上下打量着汪胜男，他和3年前一样真诚坦率，反倒是我在自己的主场上变得更加谨慎起来。那你还跟他回来干什么？你不乐意，他还能绑你回来？他看着我，不卑不亢地开口：姐，我缺钱。我轻笑一声，要钱最好办了，我不喜欢没法用钱解决的问题。
可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能为我做事的人才能拿到应有的报酬。汪胜男大概读懂了我的意思，他换了一种说法：姐，我们合作。之后你给我一笔钱送我出去读书。我扬了扬下巴，凑近汪胜男的耳朵低声说道：这里不打算分一杯羹吗？或者说彻底取代我？汪胜男似乎听到什么不得了的笑话一样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。看着汪胜男干净的笑脸，我恍惚间又想起2年前那杯加了糖的热牛奶。换件衣服下楼吧。汪胜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运动鞋，又看了看我脚下10厘米的恨天高。不了，我不习惯。没说你，我换。当我也穿着舒服的卫衣牛仔裤运动鞋和汪胜男一起回到1楼大厅的时候，众人的目光又一次齐刷刷地落在我们的身上。我给陈诚递了个眼色，他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，颠颠地跑开了。感谢大家莅临今天的酒会。我舅舅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，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我握了握汪胜男的手，示意他和我一起走到中间来。我要宣布2件喜事，一是我的外甥女陈玉，从今天起正式继承王姐名下的公司，日后还请各位看在陈某的面子上多多关照。另外，我舅舅顿了顿，看了一眼脸色十分难看的我爸，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：借这个场合，也要和我姐夫明珠入长之喜。现场一片哗然，我爸终于挂不住脸面，拂袖而去。酒会散场已经是凌晨，送走最后一位宾客之后，我喊来张妈把我卧室隔壁那间房收拾出来给2小姐住。我余光瞥见我爸正在楼梯上狠狠地盯着我，故意把2小姐3个字咬得很重。阿玉，是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，你如果心里不痛快的话，3更半夜的我懒得打感情牌，直接开口打断了他的话。他的生活费和零花钱谁出？我爸没钱我知道，他在陈氏的股份早就被我舅舅收购了，也就是说以后连他自己都得在我手底下讨生活。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女而已，给他一口饭吃就得了，过段时间把她嫁出去就好了。他的不要脸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微微一笑没说话，转身上了楼。汪胜男鬼魅似的面无表情地站在楼梯拐角，吓了我一跳。你都听见了？汪胜男点点头。其实这些年我连他一口饭也没吃过。汪胜男，我轻声叫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名字差一点就是我的了。当年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爸因为我是个女孩而耿耿于怀，一度想取胜男这个名字来安慰自己。我外公让我随了他的姓，给我取名为玉。我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已经日上3竿了，下楼走到餐桌旁，发现今天的早餐不是我平时吃的藜麦沙拉配黑咖啡，而是满满一桌子的白粥小菜、豆浆油条、红枣糕、小笼包。我皱皱眉头，张妈。应声出来的是汪胜男。张妈今天请假了，早饭是我做的，我无奈妥协的给我1碗豆浆就好。姐，早饭不吃好会低血糖的。丁，陈诚发了条消息给我，我瞄了一眼，然后看了看正在风卷残云炫小笼包的汪胜男。吃完收拾一下，待会儿和我一起去公司。汪胜男摇头，盛了碗粥继续吃。吃完跟我走，我怕你在家让老头子拉去卖了。我们到公司的时候，陈诚已经在我办公室里等着了。看见我领了汪胜男来，这小子眼睛都亮了，破天荒叫了我一声姐。我待会儿要开个会，让陈诚陪你在公司里转转。汪胜男愣了一下，我解释道，我缺个生活助理，让他带你熟悉下环境。这下陈诚也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想到我能为了他这么豁得出去，真是想多了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自己。谁能拒绝忙到飞起的一天结束之后，有个帅真可爱的小美人给送上来的一杯咖啡呢？下班回家的时候，我爸正坐在客厅里，我无视掉他那张阴沉的脸，拉着汪胜男就要上楼。胜男，你太没有教养了，回家第一天就到处乱跑。他不敢朝我发脾气，只能冲汪胜男发难，但很显然汪胜男也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。对啊，我有人生没人管，当然没教养。说完，趁我爸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立刻躲到了我的身后。姐，爸爸好凶啊，漂亮。我真想给我妹妹鼓个掌。我带楠楠去公司了，之后他给我当助理。从我爸刚才的反应来看，这件事他已经知道了，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口告诉他。阿玉，别胡闹。我笑了笑，态度温和。爸，我这可是帮您培养继承人呢。再说了，我身体又不好。我爸表情一僵，随即立刻堆起一副笑脸。你愿意就好。又扫了一眼我身后的汪胜男，你姐姐给的机会，你可要好好利用啊。几天之后，我的旧病再一次复发了。和往常一样，眩晕心悸，然后众目睽睽之下晕倒在地，被抬去医院。
不一样的是，这次汪胜男在我耳边嚎得震天响：姐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啊！我被吵得脑瓜子直嗡嗡，勉强睁开一只眼，就看见他哭出个又大又圆的鼻涕泡。从我妈去世后不久我就病了，当时在医院住了很久，也没能查出病因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悲伤过度导致的。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毫无征兆的发病，好在每次都是有惊无险，休养一段时间就痊愈了。一脸严肃的陈诚和眼睛都哭成2个红枣的汪胜男一左一右坐在我病床边，我半躺在床上看他们俩这样，忍不住吐槽：给我手铃呢？往旁边挪挪。陈诚默默地挪了挪屁股，汪胜男嘴一撇又要哭。呸呸呸，不许说那么不吉利的话。我拍拍汪胜男的手安慰他：放心，死不了。又转头问陈诚：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反正也查不出毛病来，随时都能出。汪胜男皱着眉头愣神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嘴里喃喃地嘟囔着：怎么会查不出来？楠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姐，你再住几天院，好好查查吧。我和陈诚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。楠，去帮我医生开出院手续。打发走了汪胜男，陈诚才拿出手机，打开一段监控视频给我看。视频里，我爸交给汪胜男一包东西，让他少量多次放进我的咖啡里。胜男，只要你姐姐死了，这个家里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我只有你一个女儿。老头子的嘴脸隔着屏幕都让我觉得恶心。就算我死了，这些照样轮不到他。监控里，汪胜男捏着那包东西，恶狠狠地摔进垃圾桶里，然后在水龙头下一遍又一遍地洗手。陈诚收起玩世不恭的模样，给我竖了个大拇指：姐，你看人真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咱俩彼此。陈诚眼中光芒闪烁，呲着大牙，嘿嘿傻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一伸手，东西给我。从医院回到家，我爸立刻假惺惺地迎上来：阿玉，爸爸很担心你，怎么突然又发病了？他打量了一眼汪胜男，又继续舔着脸来关心我：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没什么，老毛病了，死不了。我把死不了3个字咬得很重，冷冷地直视我爸的眼睛。他立刻移开目光，看着汪胜男手上拎着那袋中药：胜男，好好照顾你姐姐。于是每天1杯的爱心咖啡变成一碗黑乎乎的苦药汤。汪胜男眼巴巴地看着我，似乎想让我夸他这样熬的色香味俱全。你居然会熬中药？拜托，我之前可是学中医的好不好？这点倒是出乎我意料了。陈诚之前调查过汪胜男，说他2、3年前就辍学打工了。我以为你是学做咖啡的。汪胜男笑笑：没区别，都是苦汤汤。看我皱着眉把药灌进肚子里了，汪胜男欲言又止：姐，你的饮食要小心。我在家养病这段日子，老头子上蹿下跳的搞事作妖，歪瓜裂枣的20组1个2个的往家里领。不过既然都是打着来探望我的旗号来的，那我也不撵人，毕竟我和他们的老子还有生意要做。汪胜男这个助理很称职，跟在我身后迎来送往，在人离开后吐槽那些奇奇怪怪的伴手礼。我知道那些人都是来相亲的，之前提出联姻的那一家原本目标是我爸拿出个私生女来搪塞对方，自然不情愿。我爸没办法，干脆广撒网，圈子里人人避而远之的纨绔20组他都找了一个遍。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汪胜男背后是我和陈家，谁都不愿意卷进我们父女的局域中来，所以都没了下文。可债务不等人，我爸明示暗示好几次找我要钱，我都装傻充愣地搪塞过去。老头子能屈能伸，拉下脸来扮演起24孝老爸，开始每天变着花样的给我煲汤做甜品。阿玉，尝尝爸爸新做的桂花糕，以前你最喜欢吃的。我掰了一小块桂花糕闻了闻，清甜里略带一丝苦味，和我记忆中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汪胜男碰了碰我的手臂，我抬眼看他，他用唇语告诉我别吃，我假装没看见，拿起一块递给汪胜男：楠要尝一块吗？我爸几乎是从我手里夺去了那块桂花糕，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慌慌张张地解释：特意给你做的。好，我笑着端起那盘桂花糕回了房间，那我就一个人享用了。回到房间之后，我给陈诚发了条消息，鱼快要上钩了。我的房门被砰的一声推开，汪胜男一脸焦急地站在那里，呼吸都有些急促。姐，我不悦地皱眉，怎么不敲门？他没理会我，径直走到桌子旁边，看见盘子里的桂花糕一块都没少，才松了口气。不能吃，这里面有夹竹桃花汁。什么？夹竹桃你不知道？有毒？不是，姐你没看过《甄嬛传》啊？我被气笑了，指着桌子上堆叠成山的文件，你看我有追剧的时间吗？
这不是重点。汪胜男有些急了，有毒，他要害死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，直直盯着汪胜男。他被我看毛了，低着头小声解释：姐，你还是不信我。我从抽屉里摸出那包被汪胜男丢进垃圾桶里的那包朱砂，放在桌子上。汪胜男呆呆地看着那包东西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。我起身搂着他的肩膀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我的好妹妹，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爸想要悄无声息地毒死我，从我妈去世1周之后，他就第一次下了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舅母家世代行医，他一眼就看出我的症状是慢性中毒。我虽然恨我爸伤害了我妈，但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是爱我的。可是他居然为了名正言顺得到我妈的遗产，想要害死我。因为没有直接证据，就算报警也很难对他量刑。但是他既然起了这个心思，那就该死。证据不足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帮他凑齐证据。于是这些年，我开始时不时装病，每次都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。几年时间里，圈子里就无人不知我有查不出原因的怪病，而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一直悄悄给我爸的茶里下激素类药物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正值壮年，找了那么多情人，却连一个他心心念念的儿子都没生出来，都是我的杰作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就知道了汪胜男的存在。他妈妈是我爸在老家的青梅竹马，我爸当初攀附上陈家之后，就和老家的所有人断了联系，直到我出生之后。我是女孩，又随了母姓，我爸传宗接代的盼头落空了，他才又想到老家的那位小青梅。汪胜男出生之后，我爸直接坦白自己现在有妻有女，如果汪胜男是个男孩，还能抱回家来养，可惜又是个女儿，只能给他们母女一笔钱，从此一刀两断。既然都是受害者，后来也没有纠缠不清，所以我并没有对汪胜男赶尽杀绝，只是在得知他母亲过世，一个人过得很艰辛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过去帮他。2年前我大学毕业，舅舅安排我进公司实习，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，我见到了汪胜男。他那时应该尚未成年，只能在咖啡店做兼职。我并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这一切，是否是刻意来接近我，但我对他有一种天然的好感。我不相信什么血缘的力量，我更愿意相信是他的率真乐观打动了我。每次我路过咖啡店的时候，他都是笑着的。做咖啡、收钱、打扫卫生，他都做得开开心心，没有一丝敷衍和抱怨。我开始每天去店里买咖啡，一来二去熟络了，他就会偶尔送我一颗棒棒糖或者一块临期的小甜点。装病久了，总会真中招。那次我熬了个大夜，跟进一个项目，早晨在店里买咖啡续命的时候，突然头晕手抖，大口呼气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是汪胜男让我在店里的椅子上休息，还煮了一杯甜牛奶给我。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的眼中看到这样焦急的关切。他带着点哭腔说：你要好好吃早饭，不然会低血糖的。不要老是喝那么多咖啡，对身体不好。别那么累，等我休养好之后再回到公司。他就已经不在了。我问过咖啡店的老板，他说汪胜男第2天就离职了，走得很匆忙，最后1天的工资都没有拿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陈诚像失恋了一样，每天失魂落魄的在咖啡店窗口前驻足很久。我再三逼问之下，他才说他只是觉得咖啡店里的小姑娘很有趣。可我猜他应该不想被打扰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去找他。直到那天，我爸把他带到了我面前。汪胜男依旧笑得单纯，可声音里的寒意让人脊背发凉。姐，我和你一样恨他。于是几天以后，我的病势再度反复，除了眩晕、心悸之外，还整天昏昏欲睡。医院依旧没有查出什么异常，在我的再三坚持下，还是出院回家静养。我爸干脆不装了，趁我住院这几天，把他在外面的小妖精领回了家。哟，这位是……我看着那个打扮艳俗的年轻女人，故作惊讶地问：爸，你这是又给我领了个妹妹回来？她面上有些尴尬。可阿玉呀，这个是爸爸的女朋友。乱七八糟的行李在客厅里堆得到处都是。我皱了皱眉，喊来张妈，把这些都收拾到客房去。张妈面露难色：大小姐，这位女士说要住主卧。没眼色的狗奴才！什么女士？我是这个家的夫人，我住主卧不应该吗？张妈是我妈从陈家带来的，从来没人敢这么对她说话。我妈过世之后，那间主卧也一直是我住着的。陈诚，去叫舅舅舅妈来，我需要换个安静地方养病。这房子是陈家的，叫舅舅来收回去。
还有张妈，她也是陈家的人，让舅妈一并带走。我平静地陈述完这一切，又笑盈盈地看着我爸，爸，我这么做您没有意见吧？毕竟这一切都是陈家的。我爸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陈玉，你有必要对你的父亲这样赶尽杀绝吗？陈诚用更加犀利的眼神迎上去，冷冷地告诉他，姑父，我们只是要拿回陈家自己的东西而已。如果你有什么异议，可以和我们的法务聊一聊。那女人再傻也搞清楚了情况，噌的一下跳起来，一巴掌就呼到了我爸脸上，破口大骂起来，老汪，这个骗子，你不是说你女儿活不了几天了？她死了，这些就都是你的了。这句话刚好被我舅舅舅母听见，我舅舅铁青着脸进门，当面质问我爸，而我舅母则扑过来，心疼地抱着我。我悄悄冲陈诚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他简直时间管理大师，安排这种天衣无缝的巧合，从来不掉链子。而汪胜男最会适时的火上浇油，姐，你别难过，爸怎么舍得咒你死呢？这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。我爸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最后只得把一个脆响的巴掌扇在那女人脸上，然后咬牙切齿地问我，阿玉，你满意了吧？我抚着胸口，大口大口喘气，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。本来想回家好好歇歇的，我舅母大手一挥，今天说破大天我也得把孩子接走。陈诚在舅舅耳边耳语了几句，舅舅会意，阿玉病着，还是自己家住的舒服，是吧？于是这场闹剧最终以我爸主动提出滚出我的别墅而告终。临走之前，他拉着汪胜男的手叮嘱，胜男，替我好好照顾你姐姐啊。汪胜男抽回手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老头子，你放心，人都走了之后，我一咕噜从沙发上弹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男，去给我弄点吃的。汪胜男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姐，他现在已经把我当同伙了，之后该怎么做？我认真思考了3秒之后表示，如果你害怕了，那我可以现在就给你钱，安排你出国。我不走，汪胜男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我得留下来看恶有恶报。我握住汪胜男有些冰冷的手，微微叹了口气，抱歉，让你卷进这些事情了，天凉了，有些事我不想再拖下去了。于是在我躺平养病的3天后，我爸一个人来找我了，我们俩算是彻底撕破脸了，不需要再装。他也开门见山地表示是来拿回自己的东西的。我点头表示理解，张妈，快去仓库里把那些碎瓷片找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张妈就用一根手指头勾着个黑色垃圾袋出来，甩给了我爸。他急不可耐地就打开检查，一片都不少，全在这里了。需要我帮你找个古董修复师吗？他冷哼一声走了。姐，这些碎片修好了还能卖钱？汪胜男似乎有点心疼这件自己亲手砸了的古董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漫不经心地问他，喜欢这盘子吗？5分钟后，汪胜男看着失而复得的盘子，眼睛都亮了起来，朝我竖了个大拇指，姐，你真厉害。而我则在一声声彩虹屁中迷失了自我，将它赠给了汪胜男。其实那天宴会之后，我就把真正的粉青釉碎片收好，找了修复师修复完整，之后悄悄收在了我自己的库房里。不过既然是汪家的东西，该留给汪家人也是应该的。那刚才老头拿走的那些，我两手一摊，假的呗。不出3天时间，我爸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野女人同陈家撕破脸的事，就在圈里传得沸沸扬扬了。那2位债主能默许我爸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还款，无非是不敢与陈家交恶。现在既然陈家的立场明确了，他们也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我爸走投无路，只好想到那个祖宗留给他的唯一一件宝贝，只可惜这件东西会成为他身败名裂的催化剂。一切比我想象中都要快，不到2天功夫，汪先生和他的假古董已经成了圈里最大的笑话，连带着当年那段家道中落的古董商之子与地产大亨千金的相爱佳话，也变成了我爸单方面的诈骗。不出意料的，我原本孱弱的身体根本经不起这些舆论的困扰，又一次被送进了医院。而这一次，医生表示我的病情非常严重，希望家属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执意要求出院。回家那天，趁着所有人都围在床上，我把所有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舅舅，公司的事宜我先重新交回您的手上。陈诚，我的股票和理财账户你帮我打理。我爸面色越来越黑，但是在我舅舅面前，他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还有，帮我找个律师来，我想立一份遗嘱。我爸终于忍不住开口阻拦我，阿玉，这是做什么？你还年轻。我叹口气，意味不明地看了眼我爸，我这身体状况，万一我总得为我的亲人打算些什么，就像我妈那样。陈诚点头，放心吧，
我去办。已经等候在门口的律师很快就来到我的病床前，我将一式两份的遗嘱，一份留给了律师，另一份封存好，当着众人的面交到了汪胜男手中。除了原本属于陈家的部分，我在这份遗嘱中写明我身故之后，其余名下的大部分财产将遗赠与陈氏集团的慈善基金会，用于公益事业。我爸再也忍不住了，陡然拔高了声音：阿玉，你就不为你的亲人留下点什么？亲人？我冷笑着看他那副嘴脸，从抽屉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丝绒首饰盒，里面是我几年前拍下的一枚粉钻戒指，目前市值将近6位数。我拉过汪胜男的手，将戒指戴到他的食指上。我爸盯着汪胜男闪着光的手指，眼神里露出可怖的凶光来。楠楠，我们虽然不是一母同胞，但姐一直拿你当亲妹妹。这个戒指还值一点钱，将来可别被渣男骗去了。汪胜男抹着眼泪回应我：姐，你放心吧，从我这个角度看，这傻丫头还真哭出眼泪来了。我爸豁然起身，顾不得我舅舅他们还在场，黑着脸就往外走。爸，你不在家里陪我几天吗？他没理我的话，只是径直往外走。看来如意算盘落了空，他连装都懒得再装下去了。装病躺得腰酸背痛，我趁着夜黑风高，带着汪胜男去疯狂857锻炼身体。舞池里跳得正酣，汪胜男把手机对到我眼前给我看，是陈诚发来的信息：鱼上钩了。宿归漆黑空旷的别墅里，一个黑影轻车熟路地摸进汪胜男的房间，抓起被子，恶狠狠地就往床上人的脸上捂。都得死，你们都该死，死了就都是我的了。啪的一声，灯被打开了。陈诚抱着手臂站在卧室的角落，淡定地看着一脸惊恐的老头子。姑父，您这是？卧室门被推开，我和汪胜男一见倦容的穿着睡衣站在门口。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爸颤抖着手掀开被子，里面是一个1人高的等身玩偶。陈诚指指一直立在床边的摄像机，姑父，要解释一下吗？你们啊！老头子一把夺过摄像机，慌不择路地向楼下跑去。楼梯扶手那里有些松了，我这些日子病着，一直没有顾得上请人来维修。刚刚摸黑上楼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拽断了汪胜男的手链，珠子散落的到处都是。等我们听到一声尖叫和钟舞滚落混合着瓷器碎裂的声音出去看时，我爸已经直挺挺地躺在楼梯下面。拐角处的那个落地花瓶被这么一撞，直接重心不稳倒了下来，好巧不巧，碎片扎进了老头子的颈动脉。姐，报警吧！我摇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先打急救电话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我爸就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当天下午就有警察上门了解情况。我作为死者的女儿，悲伤过度，而汪胜男作为被害目标，惊恐过度，我们都没办法正常接受询问。于是目击者陈诚代替我们去公安局录了笔录，顺便将多年来家中的监控内容和我保留的物证交给了警方。很快，老头子的死被定性成意外，也因为他的意外死亡而无法再追究其下毒和杀人未遂的罪名。我为他举办了葬礼，但没有同我的母亲合葬。尽管圈子里的人都为他企图杀害亲生女儿的行径感到不耻，但碍于我和陈家的面子，葬礼上还是零星来了几位宾客。我同每一个人握手致谢，在他们安慰我的时候，适时挤出2滴眼泪，再别过头说一句，我还是不能相信我爸爸会想害死我。葬礼结束之后，我闭门谢客，休养了好一阵子，直到身体慢慢好转，我才逐渐再次接手公司的事务。汪胜男曾经考取中医药大学，虽然仅1年便退了学，但成绩很好。我舅母是知名中医，表示愿意亲自教授他。我问过他的意思，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陈诚来找过我好几次，他说他是真的喜欢汪胜男，让我一定要帮他。我拍拍他的肩膀表示，你这段暗恋的结局只能是无疾而终。我正式接手公司的第2天，汪胜男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，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地找我要钱。姐，我要走了，你当初答应我的钱可以给我了，是意料之中的，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我拿出准备好的2张银行卡，这个是我答应你的，这张是你给我做助理的工资。他也不和我客套，直接笑纳了。留下来，我家产直接分你一半。我半开玩笑地问他，我清楚地看见他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可下一秒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答，不了，我还是想离开这里。汪胜男走的那天，只让我一个人去送他了。在安检口道别的时候，他闪着泪光看向人群，我知道他在看什么。
姐，晨晨他真的很好很好，只是我可能注定要独身一辈子吧。我抱着他安慰，别说了，姐都懂，有这样一个父亲，我们对于异性和爱情可能很难敞开心扉。姐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不许喝那么多咖啡了。汪胜男趴在我肩头喋喋不休地絮叨，我哄着他一声声地应着。不许不耐烦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是啊，这世上唯一和我血脉相连的女孩啊。你救了我，我也救了你。晚安。